今天這一集是我們沖繩伴手禮第2彈，因為我們在去年也有出了一集沖繩伴手禮，獲得很大的好評。不過這一次比較特別，我們在出發前我們就瘋狂的在 Tray 上面去看到底要買什麼樣的沖繩伴手禮。我們這一次在 Tray 上面只要看到有任何一款伴手禮超過3個人分享說好吃必買，我們就把它買回來開箱咯。到底哪一些值得買，哪一些是有踩雷的，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。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先幫我點個讚啦！看完影片有喜歡，可以幫我訂閱、開小鈴鐺，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。呼聲非常非常高，尤其在 Tray 上面，超多人講說什麼很好吃、非常特別、非常稀有的伴手禮。這一個呢，確實在一般市區的唐吉訶德或是伴手禮店都沒有看到，在機場看到，它有寫它是那霸空港限定。如果要買這一款的話呢，你就是回國前到機場的時候買。扎實款的這種長崎蛋糕的感覺。那因為它有加入古酒，就是加入泡盛，所以它應該會帶有一點點酒味。有嗎？有。就是泡盛的味道，很濃欸，對，聞就有了。老實說，吃的時候酒香是很微的，我蠻喜歡它的蛋糕的。它的蛋糕是走比較扎實感的，然後你現在吞下去之後，那個泡盛的酒香會微微的殘留在你的嘴巴當中。這個蛋糕體就是你用嘴唇去抿的時候，它會變成扁扁的這種。吃到第2口的時候，泡盛它會有一個那個苦勁，微微的那個苦味會跑出來。又會跟它的這個長崎蛋糕的那個蜂蜜的香氣又很融合在一起哦，好吃欸！我覺得這小孩子一定不喜歡。不行，這有加酒，這個是只能大人。這真的是大人限定，因為它的口味太成人了，必須要稍微讚賞一下。因為其實吃過蠻多種長崎蛋糕，其實它的那個蛋糕都會有一點偏甜。這一款我反而覺得它的蜂蜜的甜度沒有這麼高。所以我覺得吃起來不會覺得哇好甜哦，就可能只能吃1塊這樣子。我覺得它可以吃到2-3塊，我覺得都沒有問題。我覺得它確實比起來是一個比較有特色的伴手禮，就是讓人家很明確知道哦，這個很有記憶點。一個古酒的蜂蜜蛋糕，然後適合跟同事一起分着吃這樣子。它雖然說是常溫跟冰的都可以，但是我覺得冰起來吃會更好吃。所以我會建議就是買回來你就趕快放到冰箱，想到的時候就拿出來切1塊吃，我覺得很不錯。這個呢，我們為了找它，我們也是一直去各個伴手禮店都沒看到，最後在哪裡買到？機場。我們本來其實已經是對這一個已經放棄了。貓舌餅乾，中間可以看得到中間有夾一層。我剛剛是先覺得它的奶香味很重，有一點像那個白色戀人的感覺。因為我有特別查，他說他是用許媽媽的一個海鹽。它的外面的餅乾，你一咬下去的時候，確實有一個微微的鹹度跑出來，又會跟中間的那一個 butter 又有一個蠻好的融合。餅乾跟餡料中間又多了一個層次的口感。這個貓舌餅乾蠻好吃的，我覺得它不輸白色戀人哦，但是它在價格上也是蠻貴的，因為它其實一包這樣大概500日幣吧，它裡面只有4片哦。我覺得白色戀人比較會是奶香味會比較夠，可是我覺得這一個它比較特別，就是因為它多了一點點那種鹹度，奶油的結合是不會說只是一個單純的奶味，有這個鹹奶的 feel 蠻好的。我覺得這個餅乾它厲害在，就是你咬下去的時候，你會先覺得哦，它的餅乾是很鬆軟的，咀嚼的過程它其實就是會有一點刷刷的 feel， 它是一個很好的結合，是很有口感的層次，它的鹹香又跟它的刷刷的那種感覺結合得很好。這個我真的很推薦，我真的覺得這很好吃。我剛剛有蠻驚豔它的，還好我們最後有在機場找到它。這個最後如果有在機場的話，我覺得可以買1包試試看，很好吃。其實 Royce 這個東西，我想大家有去日本玩，一定都對它不陌生。它就是最厲害的，就是裹上這樣子厚厚的巧克力的洋芋片。你要不要講一下Tray上說這是怎樣？他就說買10盒回家，然後冰箱1個禮拜可以吃1盒。所以我真的有看到一個人的整袋的那個免稅裡面全部都是它，我也有看到。对，你有看到吧？很誇張。对，所以我就好奇它的魔力是什麼。它就是我印象中的
Royce 巧克力洋芋片。但它的餅乾是鹹的啊。如果以前一般的洋芋片鹽味的味道沒有這麼重，但是這一個的那種鹽味洋芋片的味道比較重一點，跟巧克力的綜合感，我覺得就讓這個巧克力沒有那麼甜。我第一次吃這個 Royce 巧克力洋芋片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有點太甜了，我幾乎吃幾片我就有點沒辦法。這一個我覺得那種甜度的綜合感有稍微降低一點，比較有辦法再多吃一片的感覺。但我覺得它的經驗可能真的是來自於鹹的洋芋片點綴，因為鹹甜鹹甜確實也是蠻吸引人，是蠻不錯的。但我覺得沒吃過的真的可以買一盒吃吃看，不會失望。我覺得它不是一個會失望的伴手禮，但是真的冰過會比較好吃哦。有看到可以買啊，但是我自己心裡沒有覺得有到那種什麼買到10盒這麼誇張。這個也是在機場限定，分別是有3款的花生豆腐。大家如果有看我們沖繩的美食那一集，我們就有去吃那個花商嘛。對。那這一款呢，在脆上大家都說什麼比花商還要更濃郁、更好吃，想說到底有多厲害？那它分別有3個口味，分別是原味、黑芝麻跟黑糖。它就是這樣子一小盒的，這個是原味，可以看得到它的質地，感覺就是很 Q 彈的樣子。我說實話。我覺得它的質地比花商的還要更容易切斷。口感不一樣嗎？跟花商的完全不一樣。花商的那一個會更像麻糬一點，這一個我覺得它有一點介在麻糬跟布丁的感覺中間，但是它也是很綿密、很扎實的。不過說實話，原味是有一點點沒味道，單純的那個花生跟豆香的組合而已。確實，因為脆上就有講說它的花生味比較濃，它裡面呢是有附一包這樣子的醬油。我們在花商那邊不是也在現場加嗎？我也很愛那個醬油哦，真的醬油的味道蠻重的哦，加醬油很好吃哎。我們上一次在花商吃的時候，我很喜歡裡面有一個甜醬油口味。它吃起來不像醬油的感覺，這個吃起來就是醬油的感覺。確實，真的，我覺得不用試原味，就是一定要加。我覺得加上去的吃變得很好吃。你本身不是吃那麼重鹹的人來說，其實這個醬油的味道你會覺得有一點點鹹的感覺。但是你分批次加一點點進去，我就沾一點點吃，我覺得那個風味蠻好。它那個鹹的味道跟花生的味道會蠻結合的。第二個口味是黑芝麻風味，上面已經有先淋了一些醬油，多了那種芝麻的香氣。但我其實還是比較喜歡原味，我覺得原味那個花生的香氣我比較喜歡。我覺得黑芝麻就是多了一點風味在啦，但是我覺得黑芝麻還好。我覺得黑芝麻比較可惜，因為反而花生的味道沒那麼重，黑芝麻的味道也沒有很重，就會變成你其實不確定你現在在吃什麼口味，然後有加醬油就是微鹹的感覺。第3個，它同一款裡面還有這個是焦糖，那它焦糖就沒有特別建議說需要再加醬了，是我的錯覺嗎？我覺得焦糖的吃起來有一個我們台灣吃碗粿的感覺，它的 Q 度比較高，所以吃起來真的有一點像在吃我們台灣會拜用的那種粿的感覺。這3個口味比，我會喜歡這個真的嗎？我會最喜歡的是焦糖，我最喜歡原味。跟花商比起來，我覺得是平分秋色，是不同的質地。但是我覺得味道來說，我覺得這個味道也是不錯的，所以我都蠻建議可以買一組回來吃吃看。既然我們都已經吃了上一款的花生豆腐，我們一樣又在唐吉訶德有看到，它是不同間吶，這一間是安安，好，我沒有在開玩笑哦，就是它就叫做安安，那它一樣也是花生豆腐，不過這一個比較特別，它就只有出原味。就是這樣一袋3個，然後是原味的吉媽咪豆腐，它也是花生的香氣蠻重的。質地的話，我覺得跟剛剛的差不多。這一個的口感吃的感覺比較讓我回想起花商的 feel， 它沒有像剛剛那個那麼的扎實。柳之悅的那個吉媽咪，它的豆腐的那個扎實感比較介於快要到布丁跟麻糬的感覺。這一個我覺得它比較滑順。比較像我們在吃花商本身的那個 feel， 花商的口感比較端像麻糬，但這個比較像布蕾，就是你可以用舌頭把它化開。沒錯，一樣，它也有附上類似像甜醬油的醬汁。我比較喜歡這間的醬汁，這間的醬汁是跟花商的那個一樣，它是甜醬油。
所以它吃起來不是這麼死鹹的醬油感，它是帶有甜味的。所以其實我覺得甜味還是跟花生的結合會比較好，好好吃哦。我覺得這一款我比較喜歡。如果今天是跟剛剛的那個3種口味來比的話，這個我覺得我比較深得我心，主要是它的這個醬汁啊。當時會想要買這2款，就是因為在脆上面大家都說什麼比花生還要好吃。我們自己試吃過後，我覺得沒有這麼誇張。我覺得不同風格，所以我會建議都要吃吃看。對，我覺得是各有特色。這個呢，一樣是在唐吉訶德看到的，就是它其實最有名的就是一般的這種紫薯塔，然後是我們特別有看到它出的這一款是黑紫薯塔，也就是它加入了巧克力。剛剛打開的時候就有一個小小的驚喜，它這邊呢就有這個黑農人本人的照片在裡面，然後我想說，哦，原來他是這個人是他的 Q 版，然後我們打開來看他的照片。他本人很帥根本沒有像他的圖那麼醜啊。就是我的意思是說，就是他本人很可愛。上一次也有開過很類似的，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紫薯塔。那這個是黑紫薯塔，其實光裡面的內餡就可以看到它蠻不一樣的。第一口比較大的感覺，它就是一個很糕點款，因為它其實真的可以看得到，它上面的巧克力真的是給的算蠻厚實的，加上下面的那個塔皮。老實說，我覺得有一點點乾，但沒有到超乾，需要配茶的感覺，可能會是比較難下咽的那一種，就是你咀嚼完要吞下去那一口會要這樣吞下去那一種。但是它也不是苦的，我覺得它是甜的巧克力，但它也不是很甜了，我必須說。但老實說，我覺得它已經有把那個紫薯的味道蓋掉了。其實我整個吃下去比較大的感覺就是巧克力，所以我覺得它就是巧克力塔了。我會覺得有一點點可惜，我覺得主要是它的塔皮，它的塔皮可能稍微再濕潤一點，中間的那個餡料會結合得更好。這一款我是覺得還好，但如果就是那個老闆餵我吃，我可以接受。那個老闆太可愛了。這個呢，一樣也是，畢竟你知道，沖繩就是各種紅玉的商品。那這個我就覺得它蠻特別的，因為它有特別做成這樣子，很像一個葉子，所以它叫做葉子派。聞起來的話，我覺得是紅豆的味道蠻香的，對，砂糖糖霜的感覺，亮亮的，在微微的在那個表面上面。我打開第一個聞到，我會覺得像太陽餅的味道，因為就是奶油餅皮的那種感覺哦，吃起來的感覺有點像奶油酥餅，但是我覺得它的餅皮蠻好吃的耶，餅皮是蠻香的。不過老實說，我覺得它中間的餡料其實沒有很多，薄薄一層而已。我現在第一口下去，比較大的感覺就是奶油的香氣比較夠而已。其實整口吃下來都是奶油的香氣的口感。這一款相對起來不會那麼乾，可是其實紅玉跟紅豆我沒有太大的感覺。吃起來比較大的就是整個外面的那個餅皮的感覺。其實你吃奶油酥餅也是這樣啊，就是外面的餅皮感會比較重。但是我是蠻喜歡它的餅皮的奶香味處理得很好。所以如果你本身就是喜歡奶香味比較夠的，再加上比較有餅皮塔皮感的這一款，你會蠻喜歡的。不過我自己是吃完是覺得我還好，我不會再回購啦。我也是。你先說，你是不是因為迪士尼才買這個？因為其實老實說，帆船巧克力這個我們之前也有分享過啦，就是這個大家有印象嗎？它就是外面是巧克力，然後中間是餅乾。原始版就是上面的巧克力的圖案是一個帆船的圖樣。那它呢，就是出了一個這個迪士尼版，腦波弱的你給吸引到啦。好，對啊，因為這次我在沖繩買得到，你能不買嗎？這個每一個都是不同的圖案哦，像這個是黛西，好可愛哦。那它外面這一層呢，就是紫薯巧克力啊，我把黛西的頭咬掉了。這個紫薯的味道做的香氣很夠哎，而且它是紫薯巧克力，雖然說我覺得甜度有稍微高一點點，但是像你講的那個紫薯的香氣是有出來的。所以我覺得這個才有在吃紫薯的感覺，再配上它中間的那個餅乾，我覺得這個巧克力它之所以好吃，就是因為有多了那個餅乾的酥脆的口感，對，讓它本身巧克力的甜度有稍微在因為餅乾的關係馬上再降低一點點，就不會覺得啊吃一個很負擔很甜的感覺，好吃。
它就是一個基本款的好吃。這一款我覺得 OK， 可以回購，可以買，好吃好吃。這個就是看得出來，它就是下酒菜。tray 上面很多人說什麼哦，這超好吃、超下酒、超刷嘴，我看到各種這種評論，想說啊，這就很適合我們啊。對。不過說實話，我先說，我們還沒吃之前，我先說，這樣一包就要500日幣，認真有一點點小貴哦，薄薄的一片。我們上一次也有分享沖繩的那個泡椒蝦餅，那個就比較厚實一點，這個就真的是薄脆薄脆，然後它每一片都是這樣子小小的，大概50塊硬幣的大小哦，差不多差不多。蝦的味道蠻重的，餅乾的脆度不錯，蝦餅的味道我覺得也蠻適中，不會到太誇張。它的辣是來自於你整個咬完之後吞下去之後會回來的辣，我覺得這個辣 OK。就是微微的辣香的感覺，不會讓你覺得哦真的很辣的感覺。這樣，我覺得這一款的下酒菜會比較沒有這麼 heavy， 就是比較清爽一點點的。但是它也很恐怖。其實像剛剛這樣子抓個1-2片1-2片，我已經想象如果我今天是配酒的話，我可能會一直抓來吃，一直抓來吃。它的鹹度不會很高，但它是會有一個微微的辣香在你的喉頭跟舌頭上面，你就會想說啊，這時候你就需要補一口。補完一口之後，你就覺得哦，好像又可以再吃了。它真的是有做到，就是真的很適合當下酒哦。對，我覺得這一個味道風味來說是真的還蠻不錯的。如果你平常在家裡周末會喝點小酒的話，買個幾包配，我覺得你不會失望。這個應該我們上一次也有開箱，這個鹽屋他們出的玉米片餅乾，那時候也是非常的好吃。我相信這個大家應該都很常看到它，你在沖繩的各個國際通、各個那種伴手禮店，或者是在機場，你都會看到它，因為它又很好認。那其實真的網絡上這一款應該基本上是大家都推到不行，我應該有看過30-40則，大家都說就是雪鹽，就是雪鹽，就是雪鹽。然後這一款也是大家非常喜歡，我們也沒吃過，我們就買來吃看看，非常的可愛。它就是這樣子一個吐司，就跟它的圖片一樣哦，真的很香哎，它的奶香非常重，它整個口味是蜂蜜蛋糕變餅乾的感覺，甜度蠻高的哦。對，可是我沒有吃到鹽的味道在哪裡，本來期待它會鹹鹹甜甜，鹹鹹甜甜，但是我覺得它的餅乾有做出那種酥鬆的感覺在，但其實口感是好的，因為你在邊吃的時候，你會吃到那個糖霜的顆粒，所以會有不同的層次。感覺風味上面，我覺得稍微可惜一點點。我覺得如果跟我們之前吃它的那個玉米片的那一個比起來，我還是會覺得玉米片的比較好吃。這個呢，是我們有特別查到，它是2025年才出的新商品，又是薯條餅乾，又是我們的很愛嘛，所以我們就想說一定要買回來吃看看。它裡面每一包就是這樣子做這個特別這樣子一包的，然後一盒裡面就是3包，然後這邊是1包的量，這樣要800多塊日幣耶，確實小貴小貴。它也太像我們在鹹酥雞店裡面會買那種波浪薯條的感覺，外面微微的已經有摸到有一點點那種海鹽顆粒的感覺。這個的海鹽就真的比較高，跟剛才那一款比起來，這就有海鹽的味道。而且它是認真的有給你鹹度的海鹽，這個餅乾本身的脆度也蠻好的，是認真的酥脆型的薯條餅乾。網絡上的人說什麼它堪比卡路比，我覺得有哦。我覺得它不輸卡路比的薯條哦，它沒有過多其他的，我就是認真的給你簡單的鹽薯條，所以你可以吃得到它餅乾本身的脆度之外，那個鹽也點綴得很好。這個如果有看到的話，我覺得可以拿個1盒，我覺得這非常好吃。它是一個叫 Sable， 就是沙布雷的餅乾，然後在上面是有抹上了焦糖跟堅果。所以它感覺很像是一個小小的披薩的感覺在上面哦，聞起來是堅果的香氣蠻重的哦。我們來試試看。老實說，我覺得它的餅乾就是餅乾，但是它的焦糖跟堅果的香氣很夠，完全是不馬虎的堅果跟焦糖風味，不會到太甜。是堅果的味道比較突出，餅乾的脆度我覺得也是比較硬脆型的。
是整個比較有口感的一塊餅乾。比較喜歡有口感類型的人的話，我覺得這一款餅乾你會蠻喜歡的。這個我 OK， 我應該會想要再回購。這一款呢，我個人已經吃過了，很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，是因為我吃過之後，我真的是大愛上，瘋狂的去脆上面找說，有沒有同好者，就是也很愛吃這個的，在脆上面也蠻多人推薦這一款哦，這個是原味鹽味的，現在就是像一條，然後很多人就會說這個很像是把衛生紙弄濕之後，然後把它扭一扭，扭乾的一坨放在那邊的感覺，所以我朋友才會說，就是你應該會蠻喜歡的，很像在吃衛生紙。它是一個叫做丸吉鹽鮮貝的店，他們特別研發出來的這一款，它是用鮮貝的邊角，就是那種邊邊角角的料去做成這個東西，把鮮貝泡軟了之後，再把它曬乾，然後你再吃它的那種感覺，我就不太懂這個口感，讓我像在吃鮮貝的那種鹹鹹的感覺在。對，然後它又很像小孩子的副食品那種米鮮貝，就是你含着之後就會化開，可是米餅的 feel， 可是它沒有這麼脆，它是軟的。我超喜歡它，就是你一放到嘴巴，然後碰到舌頭之後，它就整個這樣子化開的感覺。而且他有說啊，你可以泡在湯裡面，应该也会很好吃。下次你可以試試看泡在玉米濃湯或者是味噌湯裡面。因為我很喜歡把東西泡軟了之後吃，這一款就是完全深得我心。我們這次有看到它也有梅子口味，我沒有吃過梅子口味，所以我就來吃看看梅子口味如何。外面感觉就是已經有撒上了一點點像是梅粉的感覺，我比較喜歡梅子的啦，就是梅子的也很好吃哎，有味道。梅子的感覺就很像蜜餞的那個酸，而且是蠻強勁的蜜餞的酸的感觉，就梅粉啊。如果你是喜歡吃酸的人，你就買梅子口味；你是喜歡吃鹹的人，你就買鹽味。如果你有看到，我覺得你可以先買一包，你先在日本先吃看看，猛然發現，我好像也蠻愛吃衛生紙的，你就可以多拿幾包了。這個呢，也是我們上一次其實就有看到，但是我們沒有買。這一次呢，就想說脆上太多人說什麼好好吃，什麼最愛吃的雷神口味之一，什麼沖繩必買這種，就買一包來吃吃看。不是因為我本身對雷神就會覺得說，它是好吃的巧克力餅乾，但是我沒有特別覺得說，有什麼口味會有多特別。它呢，其實外面的造型就會像這樣子一小塊。其實好市多以前也有出過這種類似這樣一小塊一小塊的雷神，因為我自己比較喜歡吃的雷神是那種大片，再薄一點點大片的那一種。它的黑糖味很香，黑糖味很重很香。我覺得它只是一個聞起來黑糖味很重，但是吃下去呢，就是正常的雷神巧克力的感覺。它的鹽很微，微到幾乎感覺不到，但它的鹽味不是我想象中那麼重，很點綴，很不明顯的鹽味。它就是我既定想象中的雷神巧克力，再加上我覺得它又是用黑糖去做，其實我覺得它的甜度又有再高一點點。如果你本身是喜歡吃雷神巧克力的人，我覺得你可以買啦。但是如果你本身对雷神巧克力還好的，我覺得這款你也可以跳過。宮古島的芒果去做成的，那它呢其實也是像貓舌餅乾的感覺，中間呢是芒果巧克力夾心，芒果味道蠻重的。這一個的餅乾就是比較扎實感一點點。有一點點像喜餅的感覺，但是它的扎實感再配上它中間的芒果巧克力，我覺得組合的剛剛好。芒果的香氣，我覺得也是點綴的剛剛好。我覺得就像你講的，就是芒果做成東西的味道好像差不多，就是差不多是這樣吧。對，口感的層次來講，真的是鹽的那一個會獲勝。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就是在那種喜餅禮盒可能就會吃到的餅乾。但如果沒特別喜歡芒果的，我覺得還好。那可能小孩子會比較喜歡，因為比較童趣的味道。常常有在買日本伴手禮的，應該對福沙屋不陌生，他們就是蜂蜜蛋糕非常厲害。不過這一次在沖繩看到它有一個是沖繩限定，使用10元島的砂糖做的蜂蜜蛋糕。
其實剛剛打開的時候，我就覺得香氣非常夠非常端腰腰的蜂蜜蛋糕。然後你們看到它最底層是有那種糖的結晶的，這個也是它非常特色的地方。上面就是我印象中的福沙屋的蜂蜜蛋糕的味道，它的蛋糕体本身是濕潤之中帶有一點那種微甜的感覺，不會到膩口的那種甜度。然後我喜歡它扎實的那種感覺，但它又不會太乾。這個確實沒有到很厚實的那種糖的結晶的感覺，對，其實就是薄薄一點點的在下面，但是還是會有一點微微的那種吃到砂糖顆粒的那種脆脆的感覺在，因為有多那個砂糖的口感會很加分。確實這個我也認可，我覺得是好吃的款式，而且如果它又是冲繩限定的這一個10元島的砂糖的話，我真的覺得是可以買來吃吃看，這當早餐超級適合的。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沖繩伴手禮16款的開箱，我們照慣例只能買一款的話，你會買哪一款？你好了嗎？我好了，3、2、1。花生豆腐安安，我最後選的是花生豆腐啊！你是選這一個？對啊，柳的月啊，我不是，我是選的是，對，我選的是這一個，在唐吉訶德買到的這一個。我先說，我覺得我最後會選它的原因，除了它本身的口感質地比較是我喜歡的之外，我覺得是它的醬，它的甜醬油就是帶有甜味，然後微微的鹹度。我覺得它的話，因為剛好也是用這種甜醬油的風味，所以蠻令我喜歡的。而且這個我蠻推薦大家可以多買幾組放在家裡的冰箱，想吃的時候就可以打開來吃。對，如果你喜歡那個口感的話，因為這在台灣真的吃不到。然後我會選這個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我一盒可以吃到3個口味，我會覺得啊，除了原味還可以享受到黑糖。我們這一次沒有選這一款的原因，就是因為我覺得黑芝麻，我覺得味道上面我覺得比較平庸一點。比起這樣，我可能就會選擇原味。但我真的還有一個遺珠，拜託讓我說，你的遺珠是什麼？該不會是衛生紙吧？不是，我的遺珠不是衛生紙，我的遺珠是它。哦，我真的覺得貓舌餅乾，它真的其實偏貴，但是我覺得它的口感層次非常豐富，是我很喜歡的，所以真的有看到，我覺得可以拿一包來試試看。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沖繩伴手禮第2彈的開箱。當然，如果你還沒有看過我們第1彈的，可以先回去看一下我們之前第1彈的影片。如果你也有什麼沖繩伴手禮吃過，覺得很厲害，我們沒有開箱到，說我們怎麼會這麼遜，沒有吃過的，歡迎留言告訴我，快點跟我們說。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，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、按讚並且開小鈴鐺，我會持續分享國內外好玩好拍的景點以及好吃的美食哦。也可以追蹤我的 IG 看更多美食旅遊的分享。我們下集見，拜拜。